惊恐无比的古斯塔沃，此时已然没有了之前的嚣张与骄傲。他一边向着窗口后退，一边苦苦哀求道：“诸位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不要冲动啊！如果你们想要钱，我可以给你们很多钱，一人100万美金，怎么样？我给你1000万。”说着，他又慌忙道：“对了，大家不是想喝红酒、吃牛排和鱼子酱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所有人的牛排、红酒、鱼子酱以及其他的高端食材我全包了。黑松露怎么样？明天我就安排人送过来。还有最好的蓝鳍金枪鱼，还有美国最好的中餐和日本料理。对了，你们喜不喜欢吃寿司？日本有个小老头做寿司做得挺好，挺出名。只要你们一句话，我让他明天就来这里亲手给你们做寿司。他要是不来，我就杀他全家。”约瑟夫讥讽道：“古斯塔沃，你在这里开空头支票有意思吗？你说给我们钱是吗？那你现在就拿出来啊！你也不要专门给我1000万，你的1000万我1分都不要，你直接给我这些兄弟们一人200万美金，现在就给。”古斯塔沃哭丧着脸说道：“约瑟夫，我们现在是在监狱里面，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钱立刻拿出来给你们呢？但是只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把这些钱安排到位。”约瑟夫走到古斯塔沃面前，讥讽地笑道：“斯塔沃，你有点搞不清楚状况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就算我给你时间，你也拿不出这些钱。”古斯塔沃连忙说道：“可能这点钱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，我只要给我的儿子打一个电话，最迟明天这个时候，他就能把这些钱全部安排到位，无论是现金还是转账。”约瑟夫此时转过头来左右看了看，见狱警也没有来干涉，其他人更是不敢上前，便知道今晚就算是上帝显灵，也不可能救得了古斯塔沃。于是他对手下使了个眼色，一众人立刻将古斯塔沃那些动弹不得的手下搬了出去，丢到几10米开外。这时约瑟夫才笑着对古斯塔沃说道：“古斯塔沃，别挣扎了，实话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死。”古斯塔沃浑身一颤，脱口道：“约瑟夫，如果你杀了我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放过你的，我的儿子以及整个桑切斯家族都不会放过你。”约瑟夫哼笑一声，撇嘴道：“古斯塔沃，在你死之前，我让你死个明白，想要你命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儿子。”“这不可能！”古斯塔沃毫不犹疑地驳斥道：“我的儿子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，桑切斯家族的人绝不伤害亲人。”约瑟夫笑道：“你儿子让我在你死之前转告你，桑切斯家族一个伟大的家族，不能因为你而美国政府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牵着鼻子走。你活着，桑切斯家族就只能受制于他们，而你死了，桑切斯家族就能够打破这个枷锁。所以现在是你该为桑切斯家族牺牲的时候了。”说着，约瑟夫反问他：“你觉得哪个国家的王储，在亲爹被敌人绑走的时候，还愿意待在王储的位置上，一心一意地等他亲爹回来？那不是傻逼吗？”古斯塔沃顿时愣在当场。约瑟夫凑近他，又继续问：“古斯塔沃，难道你觉得你儿子可以？”古斯塔沃低着头不敢说话。约瑟夫见他那鸟样，嗤笑一声：“操，那你不是傻逼吗？”说话时，约瑟夫特地加重了“你”这个字的发音。对面的古斯塔沃听到这里，整个人已是骇然无比，这他妈可真是杀人诛心啊！真杀人，也真诛心。他惶恐无比地看着约瑟夫，苦哀求道：“约瑟夫，我求求你，看在狱有一场，给我一条生路，
哪怕让我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通个电话，他们一定会帮我夺回桑切斯家族的掌控权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你，我甚至能让你离开这个监狱。约瑟夫笑着说道，怎么可能呢，古斯塔沃，之所以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你今天必须得死，我要破釜沉舟，并且绝不给你任何蛊惑收买我的机会。我的理智告诉我，如果我今天不把你干掉，你的儿子明天就会把我干掉。而且我的理智还告诉我，就算你能离开鲁克林监狱并且离开美国，你的儿子也一定不会让你活着回到墨西哥，所以无论如何你都必须的死。此时此刻，古斯塔沃的内心一片绝望，他知道约瑟夫能跟自己说这么多，就必然不会饶过自己，他等于在断自己的退路。而这两人的对话也一字不落的全部落到了叶晨的耳中。卢卡斯没有这么好的听力，他只能看着那里3层外3层的人墙，忍不住诧异地说道，怎么感觉事情好像不太对劲？他们如果只是想教训古斯塔沃的手下，那应该已经结束了啊，难不成这件事情又有了什么新的变故？叶晨随后站起身来，微笑说道，与其在这里猜，不如直接过去看看了。卧槽！卢卡斯吓了一大跳，连忙要拦住叶晨，道，兄弟，你可别去凑这个热闹，这两拨人都不是什么好货，咱们可惹不起他们。叶晨笑道，我又不是去看热闹的，我是去当和事佬的，你在这稍坐一下，我去就来。卢卡斯眼见叶晨转身就往人群走去，吓得连忙低声喊道，兄弟，我没有要紧啊，当什么和事佬，这种时候谁出头谁倒霉，快回来啊。叶晨冲他微微一笑，摆了摆手，大步走了出去。此时人群中间的古斯塔沃还在苦苦哀求，约瑟夫，你如果今天杀了我，那就是上了我儿子的贼船了。你想想，罗斯柴尔德家族怎么可能饶过你？我可是他们的人质啊，有我在，他们在墨西哥的很多勾当就可以非常顺畅地推进下去。我要是死了，他们一定会把责任都怪到你身上。约瑟夫笑道，不要紧的，你死了之后，你的儿子就会立刻跟罗斯柴尔德家族重新谈判，到那个时候他会把我保出去的。古斯塔沃脱口道，怎么可能呢，约瑟夫，他连他亲爹都要杀，怎么可能对你言而有信？块头大，脑子小，你实在是太蠢了。你懂个屁！约瑟夫不屑地说道，古斯塔沃，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我这么多兄弟都知道，我们是受了你儿子的指示才杀你的。如果他不保我们的话，那他杀你的事情就会流传出去，他自己在桑切斯家族也站不稳。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你死了之后，他们不可能为你报仇的，因为他们这个家族几百年的宗旨就是利益至上。你死了，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跟你儿子合作，否则的话，岂不就什么都没了？你连这都想不明白，怎么能在墨西哥横行霸道这么多年？古斯塔沃此时此刻已经彻底绝望，他知道自己今天必死无疑，因为自己的儿子早就已经给自己做了一个必死的局，而约瑟夫也已经下了必须杀死自己的决心。此刻自己身边没有一个人能保护自己，自己除了死已经没有其他可能了。约瑟夫这时候也已经失去了与他继续交流的耐心，便对手下人比了比手势，冷冷道，干掉他。话音刚落，几个手持利器的小弟立刻向着古斯塔沃包夹而来。古斯塔沃看到那露着寒芒的刀尖，不敢想象自己今天死的会有多惨。这时那几名小弟面露狰狞，挥舞着手中的匕首，就要朝着古斯塔沃心口和后脑猛扎。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人群外忽然传来一个声音，高声道：“你们几个，给我个面子，手上都停一停。”